败坏门风，当真是不知廉耻！岳父大人，长辈们，我是被逼的，是雅静，是她在酒里下了药，我神志不清，才犯下如此大错啊！爹，救我！女儿是真心爱慕陆林，求爹和姐姐成全。庶女高雅静德行败坏，当进猪笼以儆效尤。爹，孽障自作自受，我不反对，拉下去，锁进偏房，7日后祭河。那之后，父亲开始疼我。心月，以前是爹亏待了你，往后这高家的一切都是你的。未婚夫更是对我百依百顺。心月，我这辈子只会对你一个人好。这个镯子是我赔罪的礼，我亲手打的，你一定要日日戴着，就当原谅我。我以为一切可以回归正轨，可7日后，我的脸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爹，陆林，我是新月，快救我！我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了雅静的样子。贱人，死到临头还敢冒充新月，真让人恶心。你害了你姐姐还不够，如今竟还敢诅咒你姐姐！来人，把这不知廉耻的东西直接拉去河边进竹篮！我不是高雅静，我是高星月。去死吧！我不是死了吗？大小姐，怎么了？您出什么事了？是不是撞着哪儿了？春莲，大小姐别害怕，刚才马车走得好好的，路边突然窜出一个不要命的乞丐，冲撞了马匹，奴婢这就把他赶远点儿。断不敢惊扰了大小姐去给陆公子送点心的兴致。没有，不见了，那只妖镯不见了。大小姐，您出门时就没带镯子呀？春莲，我且问你，今日是什么日子？大小姐这是过糊涂了。今儿是9月初10，陆公子在学堂备考，您说是亲手做了他最爱的栗子糕要送去，咱们还没出城门呢。9月初10，原来老天怜悯，竟让我回到了这一天。我发现陆林和高雅静那段安扎事的当天。快滚！小姐，那乞丐还没走，要不要奴婢过去？不必。这一世，谁是乞丐，谁是嫡女，咱们重新算过。大小姐，大小姐，您怎么下来了？小心脏了您的鞋。抬起头来。天爷啊，这不是二小姐以前房里的那个香儿吗？确实是她。听说她就是因为上次多嘴说了一句大小姐性子真好，就被二小姐打得半死，说是卖进城西最下等的妓馆里去了。这才几个月啊，怎么就变成了这副鬼样子？明明给了你治伤的钱，让你逃得越远越好，怎么会变成这样？香儿，你这是怎么了？哪日出城！贱婢，死也得给我烂在泥里！什么邪术？桃花蛊！大小姐，她给我下了桃花蛊啊！只要一个时辰不与男子活婚，浑身上下就像有万只毒虫在啃食。大小姐，香儿活不了了，可您一定要小心二小姐，她手里有脏东西。看来高雅静身边的能人比我想象的还要很多。上一世我死得不明不白，这一世她竟然连个无辜的丫鬟都不肯放过。虫子又在咬了！到底是谁在帮她？那种邪术不是她能使出来的。我也没看清那人的脸，大小姐，你一定要万分小心。二小姐手里那个法子能吃人。大小姐，她跑了，我们要追吗？不必了，她知道自己命不久矣，是在用命给我递消息。桃花蛊，幻魂，原来这一切都不是临时起意。陆林、高雅静，恐怕你们早就想要我的命了。不去了，掉头回府。
是，大小姐。大小姐，不好了，出大事了！慌什么？陆公子和二小姐在后院被族里的巡夜人抓了个现行，两人在暖阁里。哎呀，那场面简直是没眼看啊！败坏门风，做出这种猪狗不如的勾当，简直丢尽了我们高家的脸啊！还有什么好说的？按族规，这种不知廉耻的女人就该直接塞进猪笼，沉了河！沉了河，进猪笼！各位长辈，雅静她只是一时糊涂。哼！闹啊！怎么不继续闹了？新月，你胡闹什么？看看，这就是我敬了18年的亲人，一个想夺我的命，一个想卖我的身，还有一个亲手把女儿往火坑里推。我以前总想着努力周全，总想着知书达理，原来我这些年挣来的名声和努力，都不过是给这对野鸳鸯铺路。我高新月，活成了你们最听话的傀儡。放开我！等等，放开我！等等。诸位长辈，今日怕是场误会。你这是何意？这孽障坏了你的姻缘，你还要护着他？我与雅静早已商议妥当，我们本就是平妻。陆林是这一届最有希望中状元的，将来陆林高中，我们姐妹是要一起嫁入陆家，同尊同贵的。究竟是谁？连事情都没搞清楚就来乱抓人的！故意败坏我小女儿雅静的名声，是何居心？既然知州大人与大小姐都这么说了，那定是场误会，是我们这些老骨头、老眼昏花惊扰了大人。是急是急，咱们快走吧，莫要再打扰大人处理家务了。陆郎，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静静别怕，有我在，谁也别想动你一根汗毛。新月，等等！新月，你刚才当着族人的面说你和雅静是平妻，怎么，陆公子耳朵不好使吗？不，我只是想确认一下，你们姐妹二人当真愿意一同嫁入陆家，不分尊卑。新月，我就知道你最识大体，你放心，我定不负你们姐妹二人的一片痴心。平妻，陆郎，你怎么能答应他？雅静，我这不也是为了……我才不要当什么平妻。陆林，你刚才在暖屋里是怎么跟我说的？你说这辈子最爱的人只有我一个，陆家的正妻之位就只能是我的。妹妹当真是情深似海，不过你似乎忘了一件事。什么事？陆公子才华横溢，可是公认的最有可能高中状元的人才，一个刁蛮跋扈、学识天博，甚至在族人面前是人命如草芥的女子。若是坐上了状元夫人的位子，陆公子，你觉得圣上和朝廷会给你的仕途加多少好印象呢？爹，您觉得呢？是让名动全城的大家闺女嫡长女助她平步青云好呢，还是让一个名声狼藉的庶女断了她的前程好呢？新月，你今日当真是让爹大开眼界。当年你还是个穷酸秀才时，看中我娘端庄的好德行能为你撑起盆面，更因为我外公是这本地最有钱的富商，无论名利正气之位都只能是我娘的。即便你心里那个所谓的真爱，出身勾栏的妓女哭干了眼泪，也只能屈居为妾。她的女儿依然是上不得台面的东西，所以你们才策划了那场魂魄互换，这样高雅静就能名正言顺地带走我娘留给我的嫁妆，继承我高家嫡女的清名，甚至利用我母家积累了数十年的庞大的人脉。你也怕吧？怕碰坏了这具皮囊，你那宝贝女儿高雅静就没法用了。既然这脸是你们唯一的希望，那我就让它成为你们的噩梦。小姐，那姓陆的真不是个东西，这镯子是他刚才托人送来的，说是悔恨交加，特意跑遍了全城，求来给您押金的。小姐，这种人你千万不能心软原谅，他还没中举呢，就敢跟二小姐在暖娥里。找到了，这内环里的符号才是你们想要我命的关键吧。老师傅，请您长长眼，这镯子的样式、分量，我都要一个一模一样的。姑娘，这镯子是谁给你的？这镯子可是有何不妥？还请师傅明言。听老头子一句劝，
这镯子沾不得。送你这东西的人是想要你的命，甚至要你的魂呐！这内环刻的不是吉祥纹，而是失传已久的取魂咒。取魂咒？姑娘，请看，这咒纹上面泛着诡异的红，是掺了要跟你交换魂魄活物的心尖血。只要你戴上它，且戴满7日，你的魂魄就会被这血气引诱，生生换到另一个活物身上。若是换了，还能换回来吗？此乃瞒天过海的阴毒邪术，一旦换位，便是因果互异，除非是大罗神仙下凡，否则绝无回旋之余地。我要你照着这个打个一模一样的，内环的符文也要刻，用朱砂。既然你们不惜遭天谴也要换魂，那我就成全你们。我倒要看看，等高雅静换进乞丐的壳子里，你们还会不会这么心安理得？姑娘，这和那真的一模一样，若不是行家，绝瞧不出端倪。多谢师傅，真的这一只我也要带走。姑娘放心，我会给他找一个合适的主人。呸！真是晦气！这婆娘得了花柳，身上都要烂穿了，离她远点，免得过了病气。香儿，大小姐别过来，我的病会传染的。拿着，这是带上它，从今日起戴满7日，无论这期间发生什么，你都绝对不能把它取下来。记住我的话，强撑着最后一口气，只要熬过这几天，它能救你脱离苦海，能让你换个活法。怎么了？莫叔，这城门口怎么一股子腐臭味儿？真是熏死人了。二小姐说的是，老奴这就让人把路边的脏东西清清灵，莫要冲撞了小姐。别出声，莫叔，他为什么会和高雅静戴在一起？莫叔，你说那镯子，他真的会乖乖戴着吗？大小姐心思重，但陆公子亲自送的东西，她不会不带。这镯子是你唯一的转机，它能帮你拿回被高雅静夺走的一切。记住，无论发生什么，都要戴满7日。高大小姐，那小乞丐我们盯着呢。从现在起，时时刻刻关注香儿，一旦有可疑的人靠近，尤其是高家的人，立刻汇报。消息有用，重重有赏。得嘞，保准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哎呦，大小姐，您这是去哪儿了？老爷正满世界找您呢，发了好大的火。知道了，我这就去见父亲。你还有脸回来？身为高家嫡女，不请自出，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还有没有高家的门风？门风？父亲现在跟我谈门风，不觉得讽刺吗？妹妹还没出阁，就在暖阁里被那些族人抓到的时候，她的体统规矩在哪？那是意外。意外？全城都传遍了的意外，父亲倒是护得紧，怎么到了我这儿，出个门就成了没规矩了？若真要论规矩，当年您和我娘大婚之前，小娘的肚子就已经遮不住了吧？在我娘进门前就怀上了高雅静，那时候您的体统规矩又在哪儿？你这孽障，竟敢妄议长辈！难不成就我高高月一个世人，必须守着这劳狮子的礼义廉耻，而你们却可以心安理得的在这高宅大院里做尽龌龊事？我今天非替你娘打死你这个不知好歹的畜生！爹，您怎么不打了？爹，陆林已经亲手写下血书，字字泣血，求我的原谅。但爹您得记住了，即便我原谅了他，高家的门风也不能乱。你这话什么意思？小娘是妾，她的女儿就得是妾。高雅静这辈子都别想骑到我头上，正室的位置，她想都别想。如此放肆，才能让他们彻底相信我已经掉入他们的陷阱里而不自知。小姐，您怎么了？不要吓我啊！昨日在马车上我就见您不对劲，肯定是被那个乞丐惊吓到了，都怪我没照顾好小姐。春莲，不怪你，你已经尽力了。事情办得怎么样？听说了吗？高家大千金那是真善人，受了天大的委屈，还求老爹保下高雅静和陆林。对啊，高知州平时不作为也就罢了，竟还纵容次女高雅静胡作非为，真是家门不幸哟。这就是那个纵容庶女胡作非为的大官啊！哈哈哈哈哈！
不出一日，名声就臭大街了。这种滋味好受吗？法不责众，父亲就算官威再大，也堵不住全城人的嘴。小姐，万一那个管家莫叔再用邪术，邪术，他总不能给全城的人都下蛊吧？看他们焦头烂额，我心里实在痛快。我努力积攒了这么多年的好名声，总得我自己亲手用一用，才不冤枉。哎，新月，新月，你救救我！外面那些谣言传得太凶了，你快出面澄清一下。我即将进京考试，若这风言风语传入圣上耳中，德行有亏，可是要夺考级的，这对你我都不好啊。陆郎，为了保下你和妹妹，我已经在父亲面前跪断了腿，可百姓的嘴，我哪管得住啊？我已经努力了呀。你一定有办法的，你平日里名声最好，你只要去衙门贴张告示。陆公子，请自重。从你送盒子来那日，我家小姐就原谅了你。你看看小姐腕上，连这等便宜的镯子，她都日日戴着，证明对你的心。你倒好，不想着怎么弥补，却为了那些虚名实物，一再逼迫我家小姐去受辱。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新月，原来你一直带着她，是我误会你了。陆郎，你说你是身不由己，才做出那些荒唐事。我这心里虽痛，但我信了你。这镯子我视若珍宝，一刻也不曾摘下。你可千万莫要负我，否则我真的活不下去了。傻瓜，我怎么会负你？你才是我的心尖宠。只要等到7日后，不，只要等到我高中，我定会让你成为这世上最幸福的女人。这下我就不信你还忍得下去。贱人，贱人！他娘是个身份卑微的商贾女，生出她也是个上不得台面的贱货，她竟敢当着我的面暴露离。静静，我的二小姐，你冷静点，这要是让老爷听见动静，又要责罚你了。冷静！要我怎么冷静？景高远那个贱人是在向我炫耀，他在嘲笑我。静静，你听我说，他现在蹦跶的再欢，又能蹦跶多久？不过是秋后的蚂蚱。驱魂咒已经入骨，只要再熬过5日，他的脸、他的身份、他的命，通通都是你的。5日，还要忍受那个贱人整整5日，我要他现在就死，我1秒钟都看不下去他那副得意的嘴脸。凭什么？从小到大，在这个家里从来都只有我忍着的份儿。我娘虽然是妾，可爹爹心里只有她。凭什么我娘这个正妻不，她那个正妻明明什么都不如我娘，却要我娘和我忍她这么多年？莫叔，你既然有本事让那个主母受尽蛊毒折磨而死，那你就该再拿出一份本事来，让高高月也尝尝那种万重实心的滋味。二小姐，再忍忍，时机还不到。我不要等。只要我成了未来的状元夫人，成了高家唯一的嫡长女，那些所谓的名望人脉，通通都会是我的。我要你现在动手，立刻！住手！胡闹！你这等浮躁的气性，以后如何居于高位？如何统领状元府邸？爹，我只是看不得高新月那贱人得意的样子。哼，成大事者不惜小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盯死高新月，不管他怎么闹，你只要确保那只镯子戴在他手上，5日之后魂魄互换，他所有的一切就都是你的。老爷说的是，只要阵法一成，他就是这世上最卑贱的一滩泥。至于陆林，不过是一块垫脚石，一个利用完就可以丢掉的弃子。你若为了一个男人误了大局，别怪我不讲情分。小姐，您这是怎么了？脸色白得像纸一样。蛊毒。春莲，我娘根本不是病死的，她是中了毒。小姐，您在说什么？夫人当年……我不能坐以待毙，高家已经是一座魔窟。舅舅，你是娘临终前最牵挂的人，也是如今唯一能助我破局的人。那时候舅舅年纪虽小，却已崭露头角。娘亲忍下那口恶气，继续和父亲维持婚约，确实是对母族最好的选择。是啊，若非舅舅争气，咱们这些年在府里怕是更难熬。父亲不过是借着舅舅的名头，才在高官面前露了脸。如今舅舅年少有为，已是京官，职位比我爹这个小小的知州不知道高出多少。既然他们想要权势，那我就顺水推舟，我要让他们狗咬狗。新月，这是我特意让人熬的，快趁热喝了。陆郎，你即将大考，何必把心思费在我身上？你的身体最要紧，只要你安好，我读不读书又有什么打紧？新月，这镯子你戴着真好看，千万别取下来，那是咱们和好的见证。陆郎放心，我一定日日戴着，百依百顺，嘘寒问暖，就是为了确认这夺命的玩意儿还在我手上吧。大小姐，老爷有令，
近日城中不太平，为了您的安全，出入皆由我等跟随。怎么，这是要把我关起来？卑职不敢，只是奉命看护。父亲加强人手，名为看护，实为监禁。看来他是真的等不及要换魂了。这几日你且去城外寺庙住着，名义上是为你姐姐祈福忏悔，实则是静心。爹，我凭什么要走？这性子再不收敛，被新月看出端倪就全毁了。去寺庙也是为了防止你再被他刺激，冲动坏了大事。我看是怕他再发疯，坏了你们换魂的计谋吧。小姐，奇怪了，从昨日起，府里就没见过莫叔的人影。他应该是去准备换魂邪术最后的法阵了。莫叔不在，父亲盯着，陆林缠着，这一局就看舅舅来的够不够快了。听老工匠说，这种换魂邪术极其阴损，施法者不仅折寿，更会耗尽异能。莫叔消失，估计是躲去哪个阴森角落做最后的准备了。为了保高雅静万无一失，只可惜我就是那个唯一的一失。眼前的场景和上一世别无二致，唯一的变数是高雅静从软禁变成了外出祈福。父亲绝不会主动软禁他心上人的独女，他这是怕高雅静留在府里受我刺激，坏了他的大计。春莲，找几个机灵的去寺庙，把高雅静引回来，就说陆林在府里旧情难忘。是，小姐。新月，你怎么过来了？陆郎读书辛苦，喝口热茶润润嗓子。陆林就在二小姐房里，待会儿我要你们有多香艳搞多香艳，有多放荡搞多放荡。大小姐放心，这迷死人的本事，咱们姐妹可从不失手。陆林呢？陆林，你给我滚出来！我听说你在高新月这贱人房里赖了一整天。怎么了，妹妹？如此暴躁？你，陆林可最不喜欢这种泼妇样啊！美人儿，再来一盅。是你这个贱人陷害他！这一巴掌是替我娘还你的，我的好妹妹，好戏才刚刚开始。再陪爷喝一杯。陆林，你这个畜生，你竟敢在我的床上干这种脏事儿！打吧，使劲打，力气我都收走了，我可不想让你这么快就杀了他，我要你看着他慢慢烂掉。住手！成何体统！借着这混乱，我终于拼凑出了那些肮脏的过去。莫叔年轻时痴恋小娘，哪怕他堕入青楼，他也要拼了命把她捧到万人之上。邪术损人害己，所以他明明年纪不大，却比同龄人苍老如老翁。小娘得知父亲中了状元，立刻动了攀附的心思，本想神不知鬼不觉地进门，结果却东窗事发。他谎称有孕逼宫，想要挤掉我娘。想起我娘，我真的是恨透了你们。莫哥，怎么办？那郑氏夫人的反应一天天明显了，肚子都隆起来了，可我这儿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高知州现在根基不稳，全仗着那商贾岳家的支持，他根本不敢在明面上偏袒你。等他根基稳了，这府里哪还有我的立足之地？我必须得有个孩子，必须！莫哥，你帮帮我。为了不暴露奸情，莫叔故意动用邪术，硬生生催出产程，让我娘和小娘在同一天生产。不好了，他早产大出血，快救人啊！老爷，若是夫人当年不逼着小娘子进府受气，她怎会惊惧早产？是夫人害死了您的青梅竹马啊！可怜我娘到死都在谅解她。爹爹要照顾妹妹，她是应该的。毕竟雅静一出生就没了亲娘，却不知道那只夺命的蛊虫，正是他亲手默许放进来的。快看，我会让他跑起来了！大小姐好身手。胡闹！谁准你骑马的？给我滚下来！爹，我只是觉得这马儿亲切。身为高家嫡女，竟同男子一般顽劣，成何体统？爹，嫡女就不能骑马射箭吗？你要是再敢碰那些不入流的东西，污了高家嫡女的名声，看我不打断你的腿！这鱼也太老了，也就这块能入嘴。还是咱们静静有灵性，小小年纪就知道品鉴美食之精髓。新月，你瞧瞧你这副吃相，嫡女应当以节俭为德。你今日多吃一块肉，便是贪欲太重。爹，我……来人，把大小姐带下去，禁食3日，
让他好好洗洗骨子里的贪婪。娘，爹爹是不是不喜欢我？我做什么都是错的，我是不是真的不知礼义廉耻？新月乖，别听那些混账话，你是娘最爱的女儿。新月别怕，娘在呢。娘，我会乖乖听话，我会多吃饭。您快好起来，带我去放风筝好不好？新月啊，你可算醒了，还有哪儿不舒服？是爹对不起你，灵堂那日爹也是气糊涂才失了分寸。爹以前对你严厉，也都是为你好啊。静静不过是个上不得台面的庶女，唯有你才是咱们高家的脸面。你娘是商贾之女，她这一辈子都希望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家闺秀。来，把药喝了。现在你娘为了你日夜操劳，已经病逝。新月若是再不听爹的话，你不仅是丢了高家的脸，更是让你娘在九泉之下都不得安息啊！我先天不足，我娘油尽灯枯。原来这高府的繁华，全是吸着我们娘俩的血肉筑起来的。这一次，我绝不会让你们得逞。静静，你听我解释，我是被高新月那个贱人下药陷害的，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啊，我心里只有。静静，你理理我，只要能让你消气，你让我做什么都行。静静，成大事者不系小节，陆林就是个给根骨头就能卖命的狗，你且先忍他几日。爹，他做出这种恶心事，我一看见他就想吐。哼，你的眼光要放远，等7日后，你顶着高星月的脸和他背后的母族人脉进京，那京城的王孙贵胄才是你的目标。现在的陆林不过是个守着那镯子的看门狗。陆林，想求我原谅？好，从现在起，你给我死死盯着高星月，我要你确保那只镯子时时刻刻都戴在他手上，哪怕他睡觉、洗澡，你都得给我看牢了。是，我一定死死守着他。舅舅，妹妹，你这般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舅舅干什么？下官高某见过都院大人，不知大人远道而来，未曾远迎，罪过罪过。都院大人，您这等金贵身份，怎么有空来咱们这穷乡僻壤了？妹妹，我看你这一脸迷茫，怕是连都院大人是什么都不知道吧？我这个当姐姐的，怎么能不为妹妹好好解一解惑呢？妹妹怕是还没掂量出舅舅的身份吧？督察院是圣上用来监察百官、肃清朝纲的衙门，我舅舅便是那督察院的总任使，那可是得圣上钦点，拥有在这天下中唯一先斩后战之权的重臣。张妈辛苦了，快擦擦汗。老人家高府不施，您慢点吃。新月，这是我特意。多谢大人，大人的手真暖。二小姐小心。新月，那男子究竟是谁？为何雅静会对他如此不知廉耻？陆郎，你别怪妹妹，看来妹妹真的很喜欢我舅舅啊。这不怪她，我舅舅年纪轻轻就是京官，深得圣宠，前途无量，更何况他比你确实优秀太多了。我舅舅比他大不了几岁，至今还未娶妻。你看，这不是移情别恋了吗？陆林，你觉得他们般配吗？其实我也在想，要是真能给他们凑成一对，我舅舅带他回京受封，那我也不必夹在你和他之间左右为难了。到那时，我和你不就能像你说的那样，一生一世一双人了吗？陆郎，你为了我，早上可是当着全府下人的面下跪，那巴掌声脆得连我都心疼。可现在，妹妹似乎更中意那高高在上的都院大人。陆郎，你若再不去争取，怕是真的要成孤家寡人了。
高雅静，你给我过来！静静，你说过你只喜欢我一个人，你说过这辈子非我不嫁，你怎么能抛弃我？我为了你，连颜面都不要了。去求高新月原谅，死皮赖脸的追在他屁股后面，像条哈巴狗一样求他点头。我甚至连学业都不顾了，整天盯着他，就是为了保证咱们的计划能成，保证你能顺利魂魄互换。你现在竟然想踹了我！静静，我一旦考上状元，将来的位次一定比那个小白脸高。他只是个舅舅，给不了你名分。只要你回到我身边，我什么都愿意为你做。求你了，别看他。陆林，你以为你是什么好菜吗？在我眼里，你就是一条狗，一条我勾勾手指就能不要脸贴上来的狗。现在都院大人已经对我心生爱意，只要我嫁给他，就是一品诰命，荣华富贵来得比等你要快上10000倍。至于换魂，我现在也不是很想换。如果换成了高新月那个短命相，我还怎么勾住都院大人的心？所以，你对我来说已经是条没用的死狗，滚远点，别脏了我的眼。我为了你，当街自辱，扇自己的脸，荒废了10年的苦读，到头来我只是条狗。那你就跟这条狗一起下地狱吧！在高府行凶，你当本使这剑不见血吗？若是不想死，赶紧给我滚！陆公子，这学堂是看在我高家的面子上才允你入内的。如今你德行败坏，我家不养反咬主人的疯狗，这是给考院的举报信。陆林当众羞辱嫡女，更有暴力行径。德行有亏，品行败坏，你这辈子都别想再碰朝廷的功名，滚出这方圆10里，别再让我看见你这脏东西！大人远道而来，下官本该随侍左右，只怕招待不周。高大人不必多礼，圣上派我此次秘密私访，本使不过是路过此地，来看看外甥女罢了。是，大人忠君爱国，下官佩服。既然高大人公务繁忙，便去衙门忙吧，不必在本使面前虚耗。那下官先行告退。大人今日救命之恩，静静无以为报。二小姐不必挂怀，这酒甘甜，最是解乏。二小姐请。他这一觉恐怕要睡到明天晌午了。你确定莫叔不会察觉？莫叔现在正躲在阵眼里，法力损耗极大。他唯一的信源就是高雅静，只要他不动，我们就赢了一半。莫叔传来的准备妥当的消息，终究还是落在了我的手中。老东西，你准备好的死局，就请你亲女儿去走吧。小姐，莫管家失踪好几日了，咱们的人翻遍了后山也没见人影，他该不会是跑了吧？跑？那邪术阵法一旦开启，施法者绝不能轻易离开阵眼，藏得这么深，说明他正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但在收网对付他之前，我还要给父亲送一份他这辈子都忘不掉的大惊喜。新月，爹一直把你当高门主母培养，那些账目实务你无需碰，你只要多去城门施粥，多得些活菩萨的名声，将来才有大用。好哥，他口口声声说为我好，实则把我当成他沽名跳誉的招牌，半点家权都不让我碰。大小姐，朝廷不是拨了大批赈灾粮吗？怎么咱们还是天天喝着米汤？正因为我一次次脚踏实地的救济，才发现了端倪。他借着赈灾的名义，敛财贪污，甚至贿赂异党，为他那点官位铺路。舅舅，这些是我这几年来攒下的所有证据。当初我也想过劝他回头是岸，毕竟他是我生父。可直到我死过一次才清楚，有些人骨子里就是烂透了。新月放心，圣旨今晚便到。你们是什么人？
高知州贪污赈灾2款，勾结异党，罪证确凿，奉旨查办，查封高府。不，这不可能，大人，您是不是听信了什么谗言？心月，我的好女儿，你快跟舅舅求求情啊！咱们可是一家人啊！爹要是倒台了，你就不是千金小姐了，你就没有现在的富贵了。心月，一家人，高知州，你对我娘下蛊，眼睁睁看她在痛苦中油尽灯枯时，你想过我们是一家人吗？你一脚把我踹在娘的棺材上，任由高雅静踩着我娘骨灰玩闹时，你想过我们是一家人吗？你规训我18年，逼我端庄识大体，只为了让我成为给高雅静铺路的傀儡。那一刻，你可曾记起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该想到会有今天。真可惜，你想让他偷我的命，他绝对不会成功的。你胡说什么？静静，你把静静怎么了？她才是……还好，镯子还在就好。你在等什么？等我变成高雅静，好放你一条生路。你引以为傲的邪术，不过是一场空。不，这是莫叔的镯子，这是移魂大法，毁了，全毁了。心月，即便你恨爹，可静静她是无辜的呀，她怎么说也是你同父异母的亲妹妹，身上流着一样的血，你饶了好不好？算爹求你不要杀她，给她留条活路。妹妹，血脉。他是莫叔的种，那个老实巴交的管家，早在你遇到小娘之前就跟他睡在一起了。你不会真的以为一个在青楼里千人枕万人长的花魁，会为了你这个穷秀娘守身如玉吧？他不仅给了你一顶绿帽子，还利用你养了18年的私生女，把真正的偷天换日玩弄于股掌之间。不可能，你骗我！静静是我的女儿，她长得那么像。你以为的深情，不过是别人眼里的笑话。带走，关进督察院大牢。我要让他亲眼看着，他护了一辈子的野种是怎么烂掉的。我很想现在就亲手杀了他，割开他的喉咙，看他的血流干。可就这样让他死了，太痛快了，实在是太便宜他了。我要让他尝尝什么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舅舅，我听说督察院审理贪腐大案自有一套规矩，在那儿可以用刑吗？只要进了督察院，生死便只有我和圣上能决定。心月，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我会让他把这些年欠你和你娘的，通通吐出来。娘曾对我说过，他的弟弟是这世上最好最棒的弟弟。他说你小时候总是黏着他，有什么好吃的都先紧着他。娘说她嫁人那天你才那么点高，却哭着喊着要跟轿子走，哭得她心都碎了。娘这一生都有抱负，却被困在这深宅大院里。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为了让你能安心读书，她甘愿受高知州的委屈。可当你终于带着高官厚禄，想把好消息亲自告诉她时，看到的却只是一块冷冰冰的木头牌位。新月说的对，我绝不能在大众面前展露软弱。姐姐，害你的人终于上路了，这世间能看我落泪的，恐怕只有你的牌位了吧。这便是最后时刻了，成败在此一举，我怕莫叔临死反扑，咱们一刻也不能松懈。小姐，您别靠近壁纸。春莲，我已让舅舅的人在密所守着香儿了，我想接你过去照应。不行，小姐，万一这法子出了差错，我身上若过了那脏病再传给您，岂不是恩将仇报？婢子就在这儿守着小姐，只要小姐平安，婢子死也瞑目。小姐，不好了！那个破庙里的乞丐，他好像疯了。什么？他一醒来就盯着自己的手狂笑，所有大叫着冲出房门往山下跑，弟兄们跟着呢。我赶紧回来报信儿。大小姐，我这是在哪儿？香儿，成功了，是我！真的，成二小姐了，那些烂疮，那些病都没了。
从现在起，你就是高府真正的二小姐。至于那个疯子，也该让他尝尝你受过的痛苦。莫叔躲得真够隐蔽的，先前我派人几乎翻遍了整座后山，竟都没发现这儿还有个洞天。能在这种地方设下阵法，确实是个不愿轻易离开的。这是在死后分尸，甚至可以说是在用力发泄。我已经能想象到高雅静顶着那副烂透了的皮囊狂奔回来，原本是想让莫叔把他变回去，却发现希望破灭时的愤怒，他发现已经无力回天，唯一的依靠也成了一具死尸。除了拿着这尸体泄愤，他还能做什么？这山洞如此隐蔽，想必是他们预谋已久的退路。这些切口极深，说明行凶者当时已经彻底疯了。真不愧是亲父女，连这种骨肉残杀、同归于尽的戏码都能演得如此精彩。得尽快找到他。本以为这山路陡峭，高雅静带着那种脏病又虚弱的身子跑不远，可我们的人搜了3圈，还是找不到他。他求生欲极强，就像当初高义州一样，最擅长在阴暗处苟活。那就继续搜，派人封死所有的下山路，我倒要看看这具腐烂的躯骨能带他走多远。新的知州上任前，舅舅奉旨赞同代任知州一职。舅舅这次倒是勤面，不仅派人加强巡逻，避免高雅静那个疯子出来伤人，还顺手把那死老头堆积多年的陈年弊案都给处理了。我还想着舅舅是不是太想进步了，没想到他是动了真心，喜欢上香儿了。大人，公务再重也要顾惜身子，这是奴婢亲手熬的。果然，要抓住一个男人，得先抓住他的胃啊！那参汤，舅舅可是一滴都没剩下。香儿，你现在这二小姐当的，可比高雅静顺眼多了。我只是想，大人为了公事殚精竭虑，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香儿现在虽然是高雅静的皮囊，但行事作风、想法观念都和高雅静大不相同。大娘，你没事吧？这些蛋算我的。她以前没读过什么书，却努力学，遇到百姓更是亲力亲为。刚才做得不错，你现在的名声在百姓口中可好得很。大小姐别取笑我了，都是大小姐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我想像你一样做实事干好事，不白活一次。陆离，静静，我知道你还没走，你看看我，我是陆狼啊！我当你的狗，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只要能让我留在高府，你别不要我。静静，我以前能为你背叛高公岳，现在我也能为你去死。带我走吧，静静。杀了你！我要杀了你！香儿，冷静点，这种烂人不值得你赔上命。告诉我，为什么这么恨他？当初高雅静卖了你，难道还有别的隐情？大小姐，当初我被高雅静毒打，不仅仅是因为我夸了你一句。那天陆离这个畜生趁没人想轻薄我，被二小姐撞见了。他不舍得怪陆离，便认定是我在勾引他的男人。他让家丁把我打得皮开肉绽，说我这副狐媚样子就该去祭逢伺候千人。我被卖掉的时候，身上早就没有一块好皮了，根本没力气逃。香儿，苦了你了。来人，把这脏东西给我赶出城去，从此往后不准他踏入城门半步。大人，饶命！新月，咱们回府。临走前顺便告诉你，高雅静找到了，就在大牢里。高新月，我要杀了你！凭什么你一出生就是嫡女，而我一出生就没了娘？
有外公的，有尊贵的母族撑腰，我却只能背着一个妓女私生女的名声活在阴沟里。高新月，老天不公！上一世我都成功了，我换了你的脸，抢了你的身份，我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高大小姐。可为什么那些贱民还是觉得以前的你好？为什么我怎么模仿你，舅舅看我的眼神还是像看一堆垃圾？上一世，舅舅发现我不是你后，立刻就断了所有的往来，甚至连那个死老头升官后的贪污案，也是舅舅亲手捅出来的。我们都死了，斩首示众，一个都没留下。凭什么这一世，你却能高高在上的看着我烂掉？你的痛苦皆是自找。既然你这么喜欢玩弄人心，那我也让你玩个痛快。去，给我提一桶金汁过来。是。你要干什么？高新月，你杀了我吧！给我个痛快！痛快？你指挥族人把我压在冰冷的河水里上下折磨时，想过给我痛快吗？杀了我！这一世，我也让你尝尝在绝望中一点点看着自己腐烂的滋味。上一世你玩弄我，这一世我全还了。高大人，这可是督察用新开发的销魂钉，你是第一个试用的人，定要好生感受。新月受过的委屈，你们在他身上一样样的试一遍，切记别让他死得太快。这就是那个贪污赈灾粮、勾结异党的知州，真是老天开眼！斩！这一年，故里的恩怨随人头落地而终结。我跟着舅舅来到京都，这里才是真正的修罗场，也是我的新战场。春莲，把这些花里胡哨的装饰通通拆了。小姐，这可是都院大人亲自挑的，多贵气啊！再贵气，也不如咱们的小院自在。这里太像个精致的笼子，我不喜欢。这京都的风确实比故里更烈，烈得好，吹得我竟有几分酣畅。小姐，您真的要开学堂？这京里的贵人们都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我娘临终前都在忆憾女子身不由己。既然这世间没有属于女子的路，那我就从我高薪开始，杀出一条路来。我们要在这里规划女学堂的一切。从今天起，我要继承我娘的愿望，这里便是京都女子觉醒的源头。尚书大人亲自设家宴，点名要舅舅写我复习。小姐，咱们刚安顿3日，这吏部的帖子就催命似的递进来了，这哪是接风洗尘呢？明摆着是想探探舅舅回京后的心意，顺便瞧瞧您这位都院大人的乡下外甥美能不能被捏圆搓扁。小姐，必知听人说，京里的世家贵女们个个眼刁心狠，咱们这回可得千万小心，别落了口实。怕什么？咱们一不求亲，二不告状，凭的是真本事立足。我高新月又不是来这京都攀附权贵的。都院大人的外甥女果然气度不凡，在这金水河畔一战，倒衬得这满池荷花都失了颜色。大人过誉了，新月自幼在故里长大，性子直，若有礼数不周，本使自会管教。听闻高小姐从前在故里，那是出了名的济困扶危，名声在外的很呢。只是不知这京都皇城脚下的规矩，高小姐你又懂几分？不知柳小姐指的是圣上颁发的王法大规，还是这私下里各怀心思的小规矩？伶牙俐齿，京都可不是你那偏远故乡，不懂尊卑有序，可是要吃大亏的。怎么，高姑假是在故里也惯了，连京都的规矩2字怎么写都忘了？在我看来，规矩2字不过人情和礼数。受家中长辈教导，我懂礼；行走世间18载，我也懂人。倒是柳小姐，今日是家宴接风，你张口闭口就是规矩，
莫不是忘了这高门大户待人接物，反而重的是真诚二字？你一个乡下回来的，也配教训我？高小姐果然快人快语，这刚正不阿的性子，倒真是一眼就能瞧出是都院大人亲手教出来的。这场家宴名为接风，实则是京都世家对我的一场试炼，而这一局我赢了。新月，今日在尚书府，你做得很好。这都是舅舅教的好。您说过，面对那些想踩咱们一头的人，该硬气的时候绝不能软。京中不比故里，这里的豺狼虎豹更多。你既然铁了心要在这京都开办女学堂，势必会触及不少高官贵族的利益，那是动摇他们的根基。往后，舅舅会护着你，但你要记住，在这京都立足，你自己也要比之前更狠些才行。我明白，舅舅，您今日的话，新月一句一句都记在心里了。这京城的路再难走，开女学堂的事，我也势在必行。你想清楚了，这是一条得罪全天下男人的路。那又如何？这不仅是为了完成我娘的遗愿，更为了让这天下的女子都能有不靠男子、挺直腰杆立足于世的本事。小姐，这地方翻修起来可得花不少银钱。银钱没了可以再赚，但这根基必须稳。小姐，为何取名之薇？取见微之状，巾帼有志之意。这世间对女子的不公，皆藏在细微处。我们要从这些细微处杀出女子的志气。舅舅说过，先生您是腹有诗书、风骨卓绝之人，新月在此谢过。高小姐，老身先说明，女子读书虽是好事，但京城规矩森严，你这学堂恐怕不好开。规矩是人定的，亦可因人而改。瞧瞧，那不是都院大人的外甥女吗？竟然教女子读书识字，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女子无才便是德，抛头露面出来上学，将来谁家敢娶？走吧，没得脏了咱们的眼。若是能认得几个字，看懂账本，爹爹也不用整天叹气后继无人了。小祖宗快走吧，若是让人瞧见咱们靠近这儿，街坊邻居的唾沫星子都能把咱家淹了。小姐，这可怎么办呀？整整1天了，一个报名的都没有。那些贵人们在骂，商户们在躲，咱们投了这么多心血，难道学堂还没开就要关了？既然上面的女子不敢来，那我就从最底下开始，掀翻这京都的天。各位姐妹，西城知微学堂开张，我家大小姐说了，只要是无家可归、受人欺辱的女子，学堂通通收留。管饭吗？管吃管住。你说什么？不仅如此，还教你们识字、算账、学女红。大小姐说了，学成之后，有本事的亲自见你们去大商户做管事，再不用受人白眼。小姐，消息才传出去半日，成交的女子几乎全来了，这开销怕是不少。去库房再调3000担米，既然我开了这扇门，就养得起他们。是，小姐。春莲，你看，这些女子便是我在这京都播下的种子。世人笑我疯癫，可终有一天，这些种子会在这泥坳里开出最烈的花，掀翻那所谓的妇道。荒唐！督察院总任使的外甥女，简直离经叛道，聚众那些肮脏女子读书，这是要乱了阴阳乾坤吗？我听说是他在外乡野惯了，开这学堂就是为了笼络人心，收买那些贱命为他卖命，指不定有什么图谋不轨呢。那高新月竟然教那些下贱胚子识字算账，若京中的奴婢都生了这心思，以后咱们府里的规矩还怎么立？娘，绝不能任由他这么闹下去。知微学堂，我看是祸害京都的妖潮。新月，外面的流言你都听到了，有人去御史台弹劾你蛊惑女子，意图乱纲。听到了，说我离经叛道，笼络人心。舅舅觉得呢？随他们说去，这京城的碎嘴子管不住，但只要有我在，这京都的天就塌不下来，没人能动你一根汗毛。大家瞧瞧，这就是高大小姐办的好事，把这些满身臭气的脏东西聚在一起，竟然还敢大张旗鼓地教他们识字，真是荒唐透顶！一群下贱的丫头也配读书？你们这些贱婢，读书识字就能飞上枝头了，简直是丢尽了全天下女子的脸面。曾先生，带着他们回屋，剩下的我来处理。
柳小姐，既然读过圣贤书，就该知道嘴下留德4个字怎么写。怎么，我说错了？你把这些蝼蚁当宝贝，不是自降身价是什么？生而为人，人人皆有读书求知的权利，这权利不分贫富贵贱，更不分男尊女卑。你这般仗势欺人，当众撒野，除了显出你内里的浅薄与无知，再无其他。我浅薄？高新月，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你开这破学堂，不就是想让这些下贱丫头爬到我们头上来吗？我告诉你，做你的春秋大梦，只要有我在京都一天，你这些学生就永远是跪在地上的贱婢。啊！疼！你放手！你敢动我？你知不知道我爹是谁？我爹是吏部尚书。吏部尚书又如何？在我这学堂门口撒野，不管你是谁，都要付出代价。我长这么大，连我爹都没动过我一根手头。你一个乡下来的野种，你死定了！我定要让我爹收拾你！我要让我爹查封了你这妖巢，把你这几个小贱主统统发配边疆。尽管去，我也正想瞧瞧堂堂吏部尚书大人是不是真能纵容亲生女儿在光天化日之下当众撒野，甚至辱人清白，践踏寒门学子的尊严。柳小姐，这京都的王法可不是为你柳家一家开的。玉瑶，咱们走吧。好汉不吃眼前亏，回去告尚书大人。高新月，你给我等着，咱们走。小姐，那是尚书府的嫡千金，这回闹大了，尚书大人定会找舅舅算账的。我知道，柳家丢了这么大的脸，柳大人绝不会善罢甘休。莫怕，书还在，路就在。小姐，若是舅舅那边顶不住压力，我不怕。我一不偷，二不抢，开馆授徒，做的是开明智的正经事。若是这京都容不下一个教书的女子，那错的便不是我，而是这腐烂的世道。圣上，微臣要参督察院总任使一本。他纵容外甥女高新月私设学堂，目无王法。昨日那高氏女子竟在众目睽睽之下掌压微臣的嫡女，微臣之女娇养至今，从未受此奇耻大辱啊！圣上，此女离经叛道，聚众那些下贱胚子，实则是在蛊惑人心，坏我大京女子之德行，请圣上严惩。果然，第二日，吏部尚书就进宫，在皇上面前参了舅舅一本。尚书大人这把火，不仅是要烧了知微学堂，更是要断了舅舅的仕途。小姐，您喝口茶定定神吧，奴婢这心里七上八下的。那尚书大人是捏着官意的人，咱们这回是不是闯了大祸了？小姐，要不咱们把学堂关了吧，免得连累了舅舅，咱们拿什么抵命啊？不行，学堂绝对不能关，这是我和娘的心愿，更是那些好不容易才看到一丝亮光的女子的希望。我在这京都隐忍浮沉，谨小慎微，唯独这件事，就算豁出一切，我也要守住它。新月，怎么吓成这样？舅舅，新月，你猜皇上在御书房怎么说？皇上说，这大经百年，女子读书乃是新鲜事。既然有人敢做，那便不妨一试。皇上当众驳了尚书的折子，还说知微学堂开得好，即日起由内务府拨专款支持，以此彰显圣德。临出宫前，皇上亲口交代，让我好好护着你。内务府拨款，皇上竟会支持我？傻丫头，这京都门阀林立，皇上早有革新之意，想削弱那些老顽固的权权，只是苦于一直没有契机。你这一巴掌不仅打肿了尚书府的脸，更撕开了旧道教的口子。你这学堂倒是合了他的心意。高小姐，圣身口谕，知微学堂开女子教育之先河，特批内务府拨款白银10000两，往后这学堂便是圣上挂了心的。臣女谢过圣恩。快去备一份厚礼，送女儿去知微学堂报个名。连皇上都支持了，咱们若是不去，岂不是显得不拥护圣意？是极是极，听说在那儿读书还能得圣上青眼，这可是大好的前程啊！小姐，您瞧瞧，这些平日里眼高于顶的贵女，现在求着咱们收留呢。名利场上从来都是看风使舵，
既然他们想来，那就按学堂的规矩，一个一个来。高小姐，小女顽劣，昨日冲撞了，本官今日特带她前来道歉，还不快滚过去！高小姐，昨日是我浅薄无知，还请原谅。柳小姐昨日那股子要掀了这儿的气势去哪儿了？我已报了名，往后定会严守学堂规矩。哼。知微学堂不仅教你们识字算账，更要教你们活命的本钱。即日起增设医术、兵法、相术。小姐，这兵法，女子学这些是否太过了？为何不能学？圣上既然许了咱们一试，那咱们就要试出个顶天立地来。我要让你们不仅能关起门来相夫教子，更能走出门去独当一面，让这天下的男子看看何为真正的巾帼不让须眉。瞧，那就是督察院大人的外甥女高小姐，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如今的我成了京中人人皆知的高小姐，有人敬佩，有人嫉妒，却再也没人敢轻易招惹我。小姐，这几日来报名的贵女都快把门槛踏破了，连当初骂得最凶的那几家，现在也乖乖送礼求个名额。日子一天天过去，知微学堂总算在京中站稳了脚跟。小姐，天色晚了，咱们回吧。你先去，我想一个人待会儿。娘，你看，我做到了。我开了女学堂，让天下的女子都能有读书的机会，都能挺直腰板活在这世间。我终于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往后的日子，我会守着我的知微学堂，守着这些女子，守着我心中的光，不问归途，只问初心。